它是全球第一只会开车的狗子，2周通过科目2，8周掌握开车技能，120天成功拿到驾照，挂档、起步、直行、转弯，所有动作一气呵成。这是10年前他在场地训练的视频。当主人为他系好安全带后，狗子抬手按下了启动键，接着挂下自动挡，然后一只手按住油门，另一只手则扶稳方向盘。座椅上的狗子表情淡定，在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下，车子在道路上缓缓向前行驶。由于狗子才上岗培训了2周，所以开起车来十分谨慎。他还时不时观察一下后视镜，以确保自己的路线没有偏离。他一手按着油门，一手控制住方向盘，不得不佩服狗子开车的技术和智商。很快车子就行驶到了转弯处，只见狗子不慌不忙地向左打着方向盘。此时车子缓缓开始通过弯道，他一边看着路面，一边在教练的指导下控制着方向盘。很快车子就顺利通过了弯道。咱就说动物开车的场景，一般只有在科幻电影才会出现。看着狗子专业的操作，此时还没拿到驾照的小编我也是感到无地自容。眼看就要抵达终点，狗子双爪稳稳地踩下了刹车，随后车子缓缓停在了众人面前。估计教练看了会沉默，学员看了会流泪。现在狗子可以独自开上改装过的汽车上路了，它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只会开车的狗狗。然而除了这只狗子，1年后另一只名为贝纳的狗狗也顺利掌握了开车技术，还是在同样的场地，甚至连开车时的动作和表情都一模一样。在主人的指引下，贝纳按住油门，双爪不断配合打着方向盘，它通过弯道的速度比上一只狗子快了1倍的时间。据说贝纳在此之前经过了3个月的专业训练，不难看出此时它的驾驶技术已经十分了得。不过2只狗狗并非是天赋异禀，它们都是主人从救助中心领养的流浪狗。主人表示训练它们开车是想让更多人知道，即便是流浪狗也有极高的智商和感情，它们丝毫不逊色任何一种犬类。这也验证了一句老话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只要努力，每个人都是奇迹的创造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只头部受伤的流浪猫，30天竟偷了100块鸡胸肉，然而它自己却一口没吃。只见猫咪快速穿梭在街道上，不久后便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。这位保安大叔说，小区里最近出现一只偷鸡胸肉的橘猫，不仅身法矫健，行动速度快，并且作案手法也十分娴熟，一看就是个惯犯。附近的居民也表示，经常会看到猫咪叼着一块比脸还大的鸡胸肉，每天都来回穿梭在小区里，但谁都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偷来的肉。为了查明事情真相，记者小哥决定跟随猫咪一探究竟。很快大家便在街道上发现了猫咪的身影，看见有人跟踪它，显得格外谨慎。只见它快速跳上花坛，接着来到了一户居民楼的院子里。此时一位大姐打开了窗子，随后递出一块鸡胸肉，猫咪马上跑过去将肉叼起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它高兴地跳下花坛，叼着肉在路上加速奔跑着，似乎急着赶往另一个目的地。可这位大姐和猫咪是什么关系呢？带着强烈的好奇，记者找到了投喂猫咪的户主。大姐告诉我们，猫咪每天都会来讨要食物。起初见它可怜，好心的大姐就投喂一些猫粮给它，但最近一段时间，猫咪吃完饭却怎么也不肯离开。她经常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。面对猫咪的行为，大姐很是疑惑，直到有一次拿给她一块鸡胸肉，猫咪才如愿以偿的离去。之后这家伙每天都要来3次以上。虽然不知道猫咪为什么要打包一份食物带走，但好心的大姐每次都会为它提前准备好。可奇怪的是，猫咪最近几天都没有来过。当几天后它再次出现在窗外时，猫咪的身上却多出了几道伤痕，如同往常一样，它还是默默等待着。看到这一幕的大姐连忙上前查看，然而猫咪却意外地躲进了草丛里，眼里充满着深深的恐惧。由于无法靠近猫咪，大姐只好将消炎药磨碎搅拌在食物中，接着将食物端给猫咪，希望它能早日康复起来。吃完饭后，猫咪又像往常一样蹲守在木凳上，看见小家伙可怜的模样，大姐从冰箱中拿出一块鸡胸肉，猫咪小心翼翼地上前叼起肉，随后转身默默跑远了。记者通过不断的走访和询问，最终在一户业主口中得知，原来猫咪脸部的伤是被人打的，因为它总是每天叼着肉在小区里穿梭，很多人都认为肉是它偷来的，所以便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。就连保安大叔也觉得它是一只偷东西的猫，此时想给坏蛋500拳的扣888。可猫咪叼着鸡胸肉究竟要干嘛呢？在一段时间的跟踪和观察后，小哥发现它穿过一片树林，来到了一所公寓的院子里，画面中隐约可见几只小猫。此时记者顿时明白了一切，原来猫妈妈嘴里叼着的鸡胸肉是留给孩子们的，可它自己却从未吃过一口。4只小猫被猫妈妈养育的白白胖胖，即便是身上有伤，它也要为孩子们带回食物。或许这便是母爱的伟大。经过摄影小哥几天的观察，大家发现猫妈妈白天独自出去寻找食物，她从大姐那里讨来鸡胸肉，便马不停蹄地赶回公寓的阳台。确认4周安全之后，猫妈妈便向孩子们发出信号。随后，一只小猫从地板下探出了小脑袋。原来，为了小猫们的安全，猫妈妈把孩子藏在了院子的地板下面。它每天不辞辛苦地来回奔波在2个小区之间，同时还要躲避着人类的伤害。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哺育自己的孩子。得知真相的大姐马上赶来探望。当看到眼前这一幕时，大姐不由得感动。
他没想到猫咪讨要鸡胸肉是为了养育小猫，可以看出猫妈妈将它们照顾得非常好，每只小猫都干干净净，而且十分健康。大姐希望猫咪一家能得到救助，毕竟它身上的伤随时都有感染加重的可能。第二天，救援队匆匆赶来，大家打算通过诱捕的方式进行救援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猫妈妈又准时来到了大姐家。尽管她非常小心，但为了盘子里的鸡胸肉，她还是最终走了进去。随着笼门的关闭，猫咪也被成功救援。夜晚时，在工作人员几个小时的努力下，4只小猫也被顺利救援。随后，它们被带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检查。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，医生表示猫妈妈的营养严重不足，并且身上的伤也需要治疗。但幸运的是，几只小猫都非常健康。为了养育4个孩子，猫妈妈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，宁愿自己辛苦委屈，也要为孩子们创造最好的条件。这或许是每一位母亲内心最深沉的爱。母爱伟大，祝愿天下所有母亲都能平安快乐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狗肉车上的小泰迪拼命地向过往的行人作揖，他撕心裂肺地祈求路人帮帮自己。看着狗肉车上苦苦哀求的小家伙，一位好心的小哥最终将他买了下来。然而此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获救了。当看见小哥是狗狗还在拼命地祈求，他的眼里满是求生的渴望。笼门被打开后，狗狗立马窜了出去。被抱起的狗狗在小哥怀里很安静，这一刻他似乎知道自己得救了。随后小哥将它带回了家中，还为狗狗准备了温馨的小窝。夜晚时，小哥突然发现狗狗的肚子有些鼓起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哥就带着它来到了宠物医院。经过医生的一系列检查，发现它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。此时小哥突然明白，原来狗狗之所以拼命的作揖祈求，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它腹中的孩子。母爱的力量使它再次重获新生。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。在小哥的细心照料下，不久后狗妈妈顺利的产下1窝幼崽，和他们的母亲一样，3只狗宝宝都顽强的活了下来。或许他不会想到自己还能有看见孩子出生的一天。小哥说，狗狗从不挑食，即便是药物它也会很配合吃完。如此懂事又乖巧的狗狗，多么狠心的主人才会舍得将它卖掉呢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几只小家伙也都慢慢睁开了眼睛，看着眼前可爱的小狗仔，小哥的心里满是欣慰和喜悦。有人说，对于动物的态度也反映了一个人内心的善良程度。小哥的善举值得我们为他点赞。狗狗做完月子后，主人特意带它去做了造型，整个修剪的过程狗狗都非常配合。或许它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主人的爱了。现在狗狗的脸上有笑，眼里有光，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主人对它的爱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即便是动物也有着感人至深的情感。请不要轻易抛弃满眼都是你的小生命，如果遇见，请善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只猫头鹰连续4年送了老人1000多只老鼠，然而这一切却只是为了报恩。每天清晨，它都会叼来1只老鼠，然后晃晃悠悠地来到主人面前，接着开始投喂模式。见主人迟迟不肯起床，猫头鹰索性直接把新鲜的老鼠送到嘴边。因为担心主人不喜欢自己的礼物，有时它也会叼来蛇和蜥蜴等各种小动物。对于这种情况，老人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因为这只猫头鹰几乎每天都会给自己送上一份早餐。当老人还沉浸在睡梦中时，它便已经早早外出捕猎了。猫头鹰嘴里不断发出叽叽咕咕的叫声，似乎在告诉老人自己为它带回了食物。见主人怎么也不肯接受自己的好意，它还一脸委屈地蹲在角落里。原来这只猫头鹰是老人几年前救助回来的，当时它受了很重的伤，好心的老人便将它带回家中悉心照顾。2个月后，它的伤势已经完全康复，于是老人便将猫头鹰带到了野外准备放生。本以为它不会再回来了，可没想到第2天清晨，这只猫头鹰居然又跑了回来。之后老人几次将它带到更远的地方放生，但每次猫头鹰都会准时回家。随后他便开始叼老鼠送给老人，虽然有些尴尬，但或许这是他认为最好的东西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只猫头鹰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宝宝，它会经常出去捕猎新鲜的老鼠来喂养幼崽。因为有了猫头鹰的陪伴，老人的生活也变得不再乏味，他们之间也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猫头鹰宝宝也慢慢长大了。但身为母亲的她还是偶尔进行投喂，这让小猫头鹰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当然，除了投喂自己的宝宝，它也会定期为老人叼来老鼠，甚至就连家里的鸟，它也想着照顾一下。这么个庞然大物突然出现在面前，小鸟顿时被吓得不轻，更别说嘴里还叼了只老鼠了。见对方不太想接受自己的好意，犹豫片刻后，猫头鹰还是转身飞走了。然而它并没有选择自己吃掉，而是来到了老人的女儿床边。不知道醒来后的她会不会很感动呢？现在2只猫头鹰已经成为了家庭中的成员，它们不仅十分乖巧懂事，同时也为老人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据说猫咪也会因为感恩而送给人类礼物。你收到过哪些动物的礼物呢？